降6%坏胆固醇，有效预防心脏病。这蔬菜最好。绿花椰菜，又名 broccoli 西兰花，不少人认为比起刚萌发的新芽，长大成熟的蔬菜营养较为丰富。植物的营养素大多藏在种子里，随着成长的过程渐渐流失，因此食用芽苗反而是最有效率的摄取方式。绿花椰菜苗，顾名思义就是绿花椰菜的幼苗。虽然对台湾人来说是稍显陌生的食材，但其营养价值高，深受健康人士喜爱，在欧美、日本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大家好，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健康知识的话，那就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并且给这一个影片点个赞。那我们立即进入主题。绿花椰菜苗的惊人排毒力。绿花椰菜，绿花椰菜苗因含有萝卜硫素 sulforaphane， 除了吃起来会有一股淡淡的辛香气外，还有提高肝功能的效果。肝脏是负责代谢与解毒的重要器官，将吃进肚子里的糖质、脂肪、酒精等分解，而萝卜硫素可帮助肝脏提升解毒作用，加速体内累积的毒素排出，进而促进新陈代谢运作。另外，根据动物实验发现，萝卜硫素还能预防脂肪堆积，消除肥胖及代谢症候群。绿花椰菜苗富含萝卜硫素，其含有量是成熟绿花椰菜的7倍，只要摄取50公克，就与1公斤的成熟绿花椰菜相匹敌。非盈利的英国食品研究所一项研究指出，绿花椰菜含有的营养素可以让人体内的坏胆固醇降低6%，有效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这项研究再次凸显出，不同品种的绿花椰菜，因为都含有高出其他蔬果2到3倍的硫代葡萄糖苷 glucoraphanin， 经转化为萝卜硫素 sulforaphane 后造成的效果。研究共找来130位志愿者，在他们的每周日常饮食中加入了400公克的绿花椰菜。12周后，志愿者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cholesterol 在血液中的含量平均降低了6%。这种被称为坏胆固醇的物质，被医学界认定是造成心脏疾病的元凶。而6%这个数字看起来也许不够多，但每减少1个百分点，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是1到2个百分点。因此，若是说可以减少10%的心脏病几率，并不算夸张。这2种物质对身体都有正面的帮助。硫代葡萄糖苷被认为有助于粒线体的运作。粒线体是细胞里的能量工厂，负责将葡萄糖与脂肪酸转化产生人体需要的热量。如果它的效率不佳，就会产生许多胆固醇。萝卜硫素则可以触发特定基因的运作，让身体代谢活动恢复平衡，以减少坏胆固醇产生。除了绿花椰菜，其他十字花科植物也含有丰富的硫代葡萄糖苷，而燕麦也具有类似的功效。这样吃绿花椰菜苗最有效。不少营养成分由于无法长时间储存在体内，必须天天食用。但是安中千惠表示，萝卜硫素的功效可持续3天之久，因此只要3天吃一次，一次约20公克，就能长保护肝作用。
绿花椰菜苗吃起来口感鲜脆，适合拿来做成沙拉。害怕苦味的人可以切碎后撒上坚果，顺便补充好油脂。但是每天吃沙拉很容易腻，特别在寒冷的冬天时，更是让人透到心凉。可将绿花椰菜苗加到汤品、味噌汤或汤面中，加热过后的绿花椰菜独特的草味减少，不仅变得好入口，还能补充不足的蔬菜摄取量。另外，和菇类、海藻类等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一起食用，帮助打扫肠道环境，排出堆积的粪便，排毒力大跃进。降坏胆固醇一定要少吃这类食物。胆固醇是一种油，它会累积在血管内侧，让血管不断变窄，最终阻塞，从而引发心肌梗塞、脑梗塞等病症。胆固醇分为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减少体内的坏胆固醇。然而，想要降低坏胆固醇，并不需要停止摄取含胆固醇的食物。你真正应该少吃的是另一类食物。至今，鸡蛋总是被当作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代表，很多人也因此避免吃蛋。应该不少人会限制自己，一天只能吃1颗蛋。但是，再仔细调查鸡蛋食用量与容易引起动脉硬化的冠状动脉疾病或脑中风之间的关联性之后，发现一天最多吃3颗蛋的人，其罹病概率和完全不吃蛋的人几乎无异。当然，吃蛋时摄取的盐分和饱和脂肪酸，会依调理方法或吃蛋时搭配的食材增加。若不会对蛋过敏，其实不需要为了避免动脉硬化来限制自己的鸡蛋摄取量。惭愧的是，在这个研究结果出来前，我本身也是一直控制着鸡蛋摄取量。不过现在已经不再在意到底吃了多少蛋。除了鸡蛋外，鳕鱼子或鲑鱼卵等鱼卵类，以及花枝、章鱼、肝脏或鱼肝等其他内脏类食物的胆固醇含量也很高。这些食物在过去也被列为控管对象。当然，不需控制摄取量，并不代表可以肆无忌惮的吃，只是想提醒大家，不需要为了改善血中胆固醇值，而让美味当前却得强忍着食欲。好了，听了以上解说后，你是否有什么看法，或者你有自己的经验想与大家分享？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让大家一起受益。感谢大家的无私分享。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要记下来或分享给你的亲人知道。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要留意我们频道更新，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和按右边的小叮当留意我们的更新。感谢大家，我们下个频道见。